白鹿新剧开道荼蘼太精彩，网传男主2选1，男二依然是老面孔。如果开道荼蘼真让林玉芬加白鹿这套班底落地，那真不是一部简单的都市爱情剧，而是把一舒适恶意塞进内娱最会拍仙气的滤镜里，硬生生搅成一锅，这锅会爆香还是爆炸，现在谁都不敢打包票。网上传的配置已经把戏剧张力堆到阈值，女主王韵娜交给白鹿，男主在彭冠英、李云瑞之间摇摆，男二放了刚和白鹿演完湿地滤镜的常华森，外加一个擅长把情绪拍成画报的林玉芬在后面控场，这几块一拼，你能同时想到《花千骨》我的前半生和选秀综艺，观众不紧张才怪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先说最扎心的点，原著不是甜宠，不是爽文，是闺蜜抢男友开局，三角恋一路卷成四角恋，最后有点全员毁灭的那种结构。你以为是谈恋爱，结果是人性处刑现场。一书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，女人没有爱情，谁对她好她就爱谁，放在王韵娜身上根本不是狗血语录，而是行为底层逻辑。她对谁对她好的衡量标准是权力、资源、位置，而不是温柔、付出、陪伴。每一次靠近都带着筹码，每一段关系本质都是交易。问题就卡在这里，白鹿的观众缘是靠什么建立的？靠甜。靠综艺里在泥潭里打滚还能笑出8颗牙的没事我来的形象，靠古偶里那种又软又勇的小白花升级版。这类公众形象一旦固定，再让他转身去演一个睡闺蜜未婚夫，中途跟已婚男缠斗，最后顺手把所有人推进地狱的恶女，观众的第一反应大概率不是好绝，而是有点不对劲。对比就摆在那儿，玫瑰的故事里连刘亦菲这种级别的脸，延琪抢闺蜜男友都被骂像神仙姐姐下凡渡劫，因为观众的固有印象太强，一旦角色行为和脸上自带滤镜冲突，代入感就碎了。所以对白鹿来说，难题根本不是演得够不够凶，而是能不能做到足够冷。王韵娜需要的是情绪的坏，不是表演上瞪眼咬牙那种用力的狠。他笑的时候不能是甜，是算计。他说我爱你的时候，观众的同时在他眼里看到报价单。就像原著揭露的那种，他不会假装清白，他只会更熟练地利用别人对他的心软，把所有人拖进同一滩泥里。你要是把这样一个角色拍成又飒又可怜，被伤害后觉醒的独立女性，那就等于拿钝刀割肉，热搜是有了，一书没了。再看导演人选，为什么让人又期待又发怵？林玉芬的标签写得很清楚，会拍仙。三生三世里，把素锦那点恶意都拍出了一种宿命感的漂亮陈希媛，能让张震脸上的皱纹都长出故事。他擅长把情绪具象成画面，把人物的爱恨处理成一幅幅可以截屏当壁纸的景别，这在仙侠奇幻里是加分项。可一旦放进都市伦理剧，风险就来了。一书的狠是贴在你生活半径之内的恶，办公室、朋友圈、饭局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但林玉芬的美学，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近距离的窒息感拍出。王韵娜穿香奈套装在暴雨中旋转升天式的浪漫错觉。都市伦理剧最怕什么？怕太美。太美就有距离感。你看人家吵架像在拍大片，看他作恶像在走高定秀，观众自然会把这套故事当成别人世界里的事故，而不是我朋友圈里某个熟人可能正在做的事。开道荼蘼真正的阴狠在于，他告诉你恶不是妖魔鬼怪，是那些从来不装无辜的人，在你以为安全的熟人网络里，按规则玩的比你更熟练。要的是刺，不是风景。林玉芬要守住这一点，就得强忍住把一切作为美化的冲动，把她过去最擅长的那层滤镜收一收，甚至刻意拍的有一点脏和凌乱。演员这边
片方给自己选的是一条最容易出事的路线。先看传闻里的男主候选。彭冠英这几年已经被观众盖章成渣男天花板，阳光之下的负肾形态有代表性危险、克制、欲言又止的那种坏，让人天然联想到一书笔下那些让女人堕落的已婚男。一句专业对口放他身上确实不夸张，他的成熟度和危险感，跟王韵娜那条谁能给我更多，我就爱谁的路径是能对得上的。问题在于年龄感。92年的白鹿站在彭冠英旁边，镜头稍微抓个不好，就会被弹幕调侃小姨带侄子出去见世面。这种视觉错位一旦被观众抓到了，你再怎么拍心理拉扯、道德滑坡，都可能在弹幕里变成这 CP 不太对劲的吐槽场。都市情感剧靠的就是代入感，角色关系只要有一块看着不顺眼，后面再复杂的伦理也都会被打回看热闹的层级。李云瑞则完全是另一端，他是年轻那头的安全牌，长相干净，观众缘不差，长相思里相柳的余温还在。可正因为余温还在，现代戏里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微妙的违和，你说他一句台词说狠一点，观众脑子里可能已经自动配音你身上有我的骨。一书的关系是湿漉漉的，充满算计的上海湿气，他要是还带着点神话感，王韵娜那条人性黑洞很可能被稀释成偶像剧里的禁忌恋，那就真糟糕。再看常华森，这个选择简直把资本计算写在脸上。选秀出身，小爱豆，粉丝盘子在那儿，刚在白月泛星演完白鹿的忠犬师弟，又要二搭演他身边另一位群下之臣，这操作一闻就是古偶剧组批发惯性，熟人好用， CP 感再薅一波。但一书故事里的男二喜欢女主，绝不是那种干净的守护式爱慕，每一份温柔背后都有自尊、赌气、补偿和控制欲。如果常华森教出来的表演像教科书一样纯良，那王韵娜这张关系网就会被拍得像叠加滤镜层层柔光，看着顺眼，不够脏。说到底，大家焦虑的并不是拍不拍的好看，而是会不会被糊弄。原著那种狠，是一步步把人往更坏的选择上推，今天只是对闺蜜隐瞒一点真话，明天就可以顺理成章睡她未婚夫，后天再顺着这条路把所有人推向崩坏。你要是把中间那些不体面的小选择删掉，换成模式化的被闺蜜背叛、事业低谷，最终成长为独立女性，那就是把一整把刀磨成牙签。牙签插在手上也会疼，但不会让人记忆一辈子。更现实的是，现在宣发环境特别爱贴标签，动不动就女性互助、女性成长，她敢爱敢恨。可《开到荼蘼》这本书压根不走温情路线，王韵娜要的是控制，是占有，是把情感当筹码。她的成长方向不是变善良，而是变得更擅长做局，更懂得洗白，更清楚何时该狠心扔掉一个人。你非要用正能量爽文的话术打包它，只会让观众觉得油腻。大家又不是没见过披着女性主义外衣的玛丽苏。白鹿这边还有一个现实变量，综艺《奔跑吧》里她在泥浆里翻滚，在游戏里拼命，粉丝心疼，路人觉得好可爱。这类综艺曝光频率一高，观众脑子里就会自动生成真人白鹿的模板。到时候你播剧，王韵娜一开口说狠话，弹幕很可能先想起的是那个在泥地里摔倒还爬起来笑的女孩。角色要把观众从这种真人滤镜里拉回来，就得靠非常强的表演密度，眼神和节奏都得完全不一样，让人信她就是王韵娜，而不是白鹿在挑战坏女人角色。所以，如果这盘棋真要下的不翻车，我反而觉得关键点很清晰：一，让白鹿演的是冷，不是作；二，让林玉芬拍的是近身的恶，不是远看的美；三，男角们都别图安全牌，要敢把角色往人性灰度里推。比如彭冠英，如果确定出演，
角色就不要怕观众骂油渣，反而要把那种已婚男的伪绅士、伪体面都扒干净，承担起诱导堕落的那部分责任。一书笔下的男的也是要挨骂的。最值得期待的是片方敢不敢保留原著那种彻底、深夜的信息轰炸，一点点拆掉别人关系网的手段，最后烧照片时那种轻飘飘的笑。这些如果拍出来，哪怕会引起舆论争议，也会让这部剧立住。你把恶拍的敷衍，是对观众不尊重；你把恶拍的太狠，热搜会爆，评论会吵，但这才是艺术。现在备案没过，演员没官宣，一切都还是留言板表。可观众的心里已经先演了一遍，他们不缺漂亮的劝架和温柔的劝退，他们就想看一次真正不洗白的恶女。到最后，问题其实落在一个很尖的问号上。如果这部剧真的把王韵娜的地狱拍成了时髦滤镜、精致时装大片，那观众到底是在看艺术，还是在用一部包装的很高级的剧，为自己那些不够善良的瞬间找借口？希望他们敢一点。